师傅您贵姓啊？韩琦，咋的？铁柱二话不说，直接把钱重重的甩在了韩琦的脸上。去街上，吉月启耀摇头拒绝了铁柱。想拿到煤矿的许可没那么容易，首先你得有正规的公司，并且你还得有验资报告以及开采的资历等等。虽然现在鼓励并且允许私人开采煤炭资源，可基本的规矩跟条款还是有的，所以办起来还是比较难的。伯父的意思我懂，难办并不代表不能办，我也特别的着急，想要把这里的煤炭开采出来，眼看就要入冬，市场对煤炭的需求量得成倍的增加，会省的煤炭本来就很紧张，煤炭开采不出来，到时候大家都得挨冻，可能连工厂的生产都无法进行。我这也是想尽快的把煤炭给在会省供应上。你能这么想还是很不错的。这样吧，我回去之后想想法子，看看能不能给你把许可证办下来。谢谢伯父了，您这看了一上午，估计也累了，咱先吃点饭吧，有啥话咱边吃边说。不行，正好我也饿了。伯父，我是这么想的，煤炭开采出来之后，我优先大量的供应咱们自己人，到时候伯父随便开的条，到我这里绝对管用。如果按你说的，还真不错，就是不知道我开的条真的那么管用。伯父，老实说，我有煤矿的买卖，还有服装的买卖，我也是想多赚点钱，好给琳琳更好的生活。但是殷家浩却好像故意跟我作对似的，居然威胁纺织厂不给我的服装厂提供面料。我知道他最听您的话，不行就让他回省里去吧，到时候我也能安心的开采煤矿，给伯父供应煤炭不是？按理说你们年轻人的事我不该掺和，不过我也可以跟家浩说说，回去还是不回去，那就看他自己的决定了。其实铁柱的心里非常的清楚，殷家浩根本不可能回去，他之所以这么要求，那都是布局的过程，先挑拨殷家浩跟岳启耀的关系，再进行下一步。就在这时，那心里急得跟火上房似的农怀安鼓起勇气来到桌前，像岳启耀这样的高层人物来到南乡，他要是连杯酒都不跟人家喝，那不让人笑掉大牙。还未等他说话呢，岳启耀便起身，时候不早了，我还得回市里去开个会，咱们就先走吧。扔下句话，岳启耀直接往门口走去。下次敬酒腿脚快点。农怀安是又急又气，可还得是屁颠屁颠的跟出门外。感谢今天的招待，大家都辛苦了。岳总辛苦，希望岳总下次还能来南乡做客，也祝岳总一路顺风。说罢，岳启耀便跟周秘书上了车。薛叔弄得不错。说完，铁柱也不理农怀安，便上车往市里开去。前脚才走，农怀安后脚便怒发冲冠。薛鸿昌，你当自己是个傻？瞅瞅今天把你给嘚瑟的，南乡都装不下你了，现在都目中无人了是吧？你跟我生的是哪门子的气？当初不让铁柱开发煤矿的可是你不是我，现在你知道铁柱的后台厉害，可人家不理你，能怪到我吗？你还是想想自己做的有啥不对吧。你气得农怀安差点没昏过去。同时，铁柱来到单位接岳林，准备吃了饭就去送岳启耀。下了班的岳林却一直沉着脸。今天开会那个宋主任点名批评我们工作缓慢，要求我们在10天之内把秋粮收购回来，还说我们工作不积极，整天只会描眉画眼穿衣打扮。主要还是因为岳林穿的这件连衣裙，谁见了都问在哪儿买的，都想借着试穿，结果被宋主任给看见了，就拿着这个理由把我们好顿批评。明天我可不穿这个连衣裙了，谁见了我都问我在哪儿买的。看来我的设计还是蛮受欢迎的呀，你该穿还是穿你的。现在都什么时代了，女人就该展示自己的美。至于粮食这块你们别管，我自然有打算。咱先去吃饭，然后去火车站送伯父。我不跟你们去吃饭了，我去找老关。对了，小姨，我在南方订购的面料到了，晚上你让老关开上他的大卡帮我去装面料。行，回头我们一起过去。傍晚火车站，家浩啊，你要是在会市没有什么业务的话，就先回省里去吧。我也知道你心里舍不得琳琳，但你留在这里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，反而还让铁柱觉得你在这里是对他的威胁。伯父，我不可能回去，那样就说明我怕他铁柱，也没脸在琳琳面前证明我自己的能力。铁柱他虽然有个煤矿，可在我的眼里他也没啥了不起的。乡下人就是乡下人，论人脉、论资源、论资本，哪有一样能跟我比？伯父您就看着吧，我肯定要把那个煤矿从他的手里给抢过来。家浩，你要以大局为重，先回省里去，等你有十足的把握再来会市也不晚。伯父你别说了，我是不可能现在回去的，而且我若不把铁柱给打败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回省里，这就是我的大局。伯父你也得理解我，无论是感情还是事业，我不能失去任何东西。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倔？你在省里有大把的生意做，留在会市你能做什么？你要是眼里还有我这个伯父，就回去。您说来说去的意思我明白，铁柱他不就是有个煤矿的开发权吗？在你的眼里他就是煤老板了，有钱人了，还能给您的煤炭公司提供大笔的煤炭跟利益，而岳英两家多年的交情也抵不过利益二字是吧？可能您现在都已经决定把琳琳嫁给那个铁柱了吧？
只可惜您把铁柱当人，我可不把他当人。您怕他，我可不怕他。嘉浩，你在说些什么屁话？让你回省是为了你好，你这孩子怎么能这么想？太让我寒心了。正在说话时，岳林和铁柱来了。爸，铁柱还拎着水果跟罐头，交给了周秘书。这些是我给伯父买的，在路上饿的时候吃。岳启耀微微的点了点头，但是目光里的怒气却始终未消。铁柱把这一切看在眼里，更是乐在心里。他的布局已经见效果了。爸，你回去之后工作就算再忙，也要好好的休息，注意身体。我过段时间就跟铁柱回去看你。你要是敢欺负我女儿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您觉得我舍得欺负琳琳吗？我把她当宝贝哄都觉得不够，老丈人你就别惦记这些了。琳琳，能单独跟你说几句话吗？有啥话你就在这里说吧。我希望你告诉某人，天底下没那么容易赚的钱，只要是有我在这里，他就别想。扔下这番豪言壮语，应家浩便头也不回的离开。这家伙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别理他。旁边的岳启耀眉宇间可挂起了一层的深意。要是让殷家浩这么搞下去，到时候谁都得不到啥好处，还是得想法让他离开会试。岳启耀嘱咐了岳林几句，便与周秘书上了火车。看着父亲的背影，岳林的眼圈也红了。别难过，有空就带你回去看他们。岳林强忍着眼圈里的酸楚，跟着铁柱按照单据找到了装有布料的货箱。此时负责卸货的几个工人正在打牌。看特么什么看，快点出牌！几位师傅，请问你们是负责卸货的吗？1万匹不是吧？6号到8号箱，现在没时间，有空才能卸，先回去等着吧。那我什么时候能把货卸下来？去你的不完了！什么破牌？什么时候卸货？我还得跟你汇报吗？那些布匹是我的，而且现在工厂着急用，今天晚上能不能卸？想啥呢？今天晚上卸？你以为货站是你家开的？你想几点卸就几点卸。这么跟你说吧，心情好1个礼拜给你卸下来，心情不好1个月之后再来拿吧。铁柱淡然一笑，随手拿出50块钱。不错，挺上道的，钱我拿着了，1个礼拜之后来取货吧。师傅您贵姓啊？韩琦，咋的？铁柱二话不说，直接把钱重重地甩在了韩琦的脸上。韩琦等人猛然一愣，还未等他把满心的怒火发泄出来，铁柱又拿出50块钱再一次砸在他的脸上。就在韩琦愣神的时候，铁柱又把50块钱砸在他的脸上。老子今天就要卸货，你不干是吧？那就让货站的周主任来给我卸货，你特么也别想在这里继续混。你认识我们周主任？老子想的话，这货站都给买下来，到时候老子让你见天的给我洗裤衩子，就问你今天卸还是不卸。哎呦，兄弟，你有这层关系，咋不早说呢？不就是卸货吗？好说，现在我就组织工人，咱立刻开干。把钱捡起来留着吧，大家都挺辛苦的，拿去买包烟抽。恩威之下，把韩琦拿捏的是服服帖帖，立刻喊工人开工。铁柱也的确认识周主任，不过是前世，而不是这一世。去街上挤铁柱把布料拉到服装厂，已经是半夜了。刘杰更是难掩激动。铁柱，你是真有能耐啊！这些布料足够咱们用一段时间的了。这批布料都用来做我设计的那款连衣裙，夹克衫这边你就先别管了，就做连衣裙。我今天穿着那款连衣裙去买菜，市场的那些妇女同志都问我在哪儿买的，我可是做足了宣传，这款连衣裙肯定比夹克还要畅销。刘姐，我还有话要跟你说，工厂现在这样不行，你我是股份制经营这个工厂，别管规模多大，但是一定得有专门的财务会计才行，不然在钱的方面很难做到仔细。比如今天这1万匹布料，还有我跟服装厂合作的1万件夹克，这些成本都是我出的，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看到一个像样的财务数据，服装厂的详细支出我也不知道。要财务干啥？有雇佣财务的钱干点什么不行？你要是想看的话，那从今天开始我记就行，不用雇会计。这话让铁柱的眼底尽是失望跟无奈。都说合伙做生意很难，这句话是一点都不假。这1万匹布料是5块钱一匹，一共是5万块钱。按照咱俩说好的是，我拿3万，你拿2万。服装厂的1万件夹克总成本是8万，我拿4.8万，你拿3.2万，所以我投入7.8万，你要投入6.8万。等这里的工人开支时，我们再计算。明天我要去给南方打款，还有服装厂的成本费，你先把6万8给我拿上吧。这么多啊？可我现在的手里只有几千块钱，拿不出这么多啊！你也知道，我所有的积蓄都投入在这个服装厂上了。要不这样吧，你先给我垫上，等这批服装卖出去赚了钱，到时候再细算吧。铁柱也没法子，刘杰的手里没钱，现在也只能是先这样。转眼到了第2天，铁柱来到邮局给裘德才打电话，5万块已经给你汇过去了，记得查收啊。汇钱你着什么急？如果资金比较紧张，晚点汇也是可以的。资金没啥问题，倒是还有个忙想让你帮。我有个好兄弟，现在要搞个夜总会，设备经验啥都没有，你这方面是专业的，就想从你这里订购设备。你要是有空的话，就帮着参谋参谋。
我过2天要去你们会省，正好顺路去会市看看，这个就交给我好了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到时候我去接你，咱俩得好好喝点。一言为定。挂断电话，铁柱立刻赶往制衣厂，那1万件夹克才是关键。同时，农业公司廖长青看到岳林那娇艳的脸颊时，眼睛都直了，鼻梁子里都嗡嗡的响，差点把血管都烧穿。请问你找谁？这位小同志，你别怕，我叫廖长青，是农业公司的总经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在这里做什么？廖总你好，我叫岳林，是业务部主任。原来是小林啊，不错不错。岳林同志，这个职位能做得来吗？你要是有啥需要，尽管提出来，现在我就给你解决。廖总，我要去跑业务了，先走了。说罢，岳林便跑出办公室。我一定让你躺在我的身下求我！你这个小狐狸精，把岳林的资料拿给我看看。宋丽从廖长青那冒火的眼神里就知道他在想些什么。廖总，这是岳林的资料，他是省农业大学毕业，被分配到咱们公司实习的。因为他的业务能力还算不错，就破格提拔为业务部的主任。他父亲是岳启耀。是的，但是据我所知，岳林跟他父亲的关系并不怎么好，而且岳林还有个做生意的男朋友。这些话在廖长青的心里可就有些难受。男朋友啥的无关紧要，关键是岳启耀他招惹不起。廖总您也别难受，之前我让岳林去负责收秋粮，到目前为止他1粒米都没有收上来，您是不是得批评给他点压力啊？如果是岳林想自愿跟你发展好关系，那谁也管不着不是？你说的不错，秋粮收购很重要，这关乎到咱们公司来年的经营收入跟业绩，马虎不得。回头你看见岳林，让他去我的办公室。好的，廖总。看着廖长青满意的离开，宋华的脸上也浮现一抹冷笑。铁柱做的还满意吧？我们制衣厂还是信得过的。周经理，老实说真的不错，下批订单还交给你们做。太好了，铁柱，实不相瞒，你真的是救活了这个企业，要不是有你的订单，可能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。那就好，我这边的订单还有很多，下一批很快就送到。俩人又聊了一会，铁柱便告辞离开，去找温兆贤。什么？已经都做好了？这么快啊？我这些天在会市，就等着这批服装呢。现在我带你去验收下那批服装，这天眼瞅着就冷了，这批夹克你拿回去肯定能赚上一笔。看过这批服装之后，温兆贤是特别的满意，当场就把剩下12万5的支票开给了铁柱。温老板，我还有个样品想让你看看，赶紧带我去。俩人随即来到了服装厂。媳妇，你咋来了？铁柱，这位姑娘穿的连衣裙是你设计的？这就是我要给你看的样品，温老板觉得如何？铁柱，你说你是咋想到这些的呢？我是真服了，这款连衣裙肯定会火遍大江南北。啥也不说了，给我个出厂价。这个连衣裙的成本比夹克要高一些，毕竟它使用的面料比较多，而且还都使用的是呢绒面料，所以它的出厂价是58块一件。衣服是好，但是市场有限，太贵就卖不动了。如果出厂价能够定在35左右，那就好卖多了。你说的的确有道理，35块钱的肯定不是这样的做工跟面料。58虽然有点贵，但我做的是品牌货，不是地摊货。艾琳的品牌拿出去就有人买，这才是真正的品牌效应。这些话温兆贤根本就听不明白，那都是几10年后才会出现的概念。这样吧，你可以先少订点拿回去卖个试试，如果卖得好你再多订。温兆贤想了想，随即伸出5根手指。5000件可以，明天我就把这单下到工厂去。是5万件，而且那个夹克我也要再订5万件。我对你设计的服装款式没有任何的挑剔，我相信就算是稍微贵点，但也肯定会有市场的。之前我订1万件，就是想看看你有没有这个生产力，现在我是毫不怀疑。温老板，你订这么多货，我自然是欢迎，但是你能消耗掉这么多吗？10万件服装对我来说也只是小意思，而且这还是款式这么好的服装，几天也就批发出去了。我在秦氏纺织品批发市场干了这么多年，发展了这么多的客户，如果连这点实力都没有的话，那我还当啥老板是不是？不用说了，咱还是老规矩，50%的定金我先给，然后每10天我来取一次货，每次不少于2万件，没问题吧？好，那就定下来吧。10天之后你来取下批货，夹克1万件，连衣裙1万件，咱现在就写合同。签字后，温兆贤当场开出一张207.5万的支票交给铁柱。当铁柱拿到这张支票的时候，心里也是一番激动，前世今生，这是他赚到的第一个100万。随后聊了几句，温兆贤便告辞离开。媳妇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感觉好不开心，到底发生什么了？是农业公司的那个廖总，他特别的好色，我还差点让他给骚扰了。媳妇，听我的话，不干了。你哪怕整天花钱，我也能养得起你，没必要为了1个月那20-30块钱去受这个气。而且我不在你的身边也保护不了你，这样我做别的也担心。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
但是我真的不甘心这么离开农业公司。我苦读了几年的大学，就是想通过这份工作证明我自己，实现我的人生价值，这样我也不会后悔我做出的任何决定。你就让我再干上一段时间吧，如果我还是无法做出我想要的成就，我就辞职不干，以后就在你的身边陪着你，行吗？行，听你的，别想那些了。晚上咱回上平村，看看同学们的秋粮收的咋样了。随后，铁柱想好好的试探刘杰，看看他在利益面前到底能不能成为自己的合作伙伴。这回刘杰是满心欢喜的等着铁柱来分钱给他。刘姐，按照当初咱们签订的股份制协议中的条款，工厂生产的服装销售利润是我拿60%，你拿40%。但是这次因为全部的成本都是我投入的，而且合同规定是这间工厂生产的服装才有分红。这1万件夹克跟后续的10万件衣服都是别的工厂生产，所以不能给你分红。而之前那1万件夹克给你的6.25万定金，按理来说，因为并不是这间工厂生产的，所以你应该退给我。但是考虑咱俩毕竟是合作关系，那6.25万也不需要你退了，这次也不可能给你分红。刘杰一下就懵了，随即便涌起一股深深的埋怨。当初签合同的时候，你也没跟我说这些啊，现在你跟我说这些，那不是坑我吗？刘姐，你这么说话就没意思了。如果换作是你，合作对象什么都不做就躺着分钱，那是可能的吗？而且这间小工厂我虽然也有股份，但是设计、销售、采购、本钱等等都是我来做的，这样我的心里也不平衡是吧？不过你也别生气，只要是这间工厂生产出来的服装，不管卖多少，我们还是按照合同规定给你分红。刘杰根本不接受，在钱的面前，他考虑的就是自己的利益。那不行，当初是你要入股的，我可没有逼着你。当时我让你在这里说的算，那是因为我觉得你能带着我赚钱。可是现在你却这么跟我说，那我绝对不干。不管是不是我生产的，我都得要分红。那合同不管用，我不认。果然资本底下无人性，利益更是经不起试探。既然如此，铁柱也不可能选择跟刘杰继续的合作下去，因为刘杰真的是太认钱了，还蛮横无知。刘姐，既然如此的话，我们没有再合作的必要了。现在我要退股，当初我入股的是6万块钱，其他的我就不算了，你就把6万块钱退给我就行。刘杰当场就懵了，